请进。刘局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来向您汇报蓝山绑架抛尸案的进展。多爷说，我基本锁定了犯罪嫌疑人，他和受害者的父亲有生意上的往来。于海具备作案动机和时间线，同时，他具有极高的智商和极强的心理素质，这些都符合我们对凶手的侧写。那接下来，你打算怎么办？我要申请搜查令，我认为在他家里一定藏有重要的证据。于哥，这个案子是杜磊主抓的，你要好好配合。我明白，刘局。宇哥呀，我知道你一直放不下田鹏的案子，旭阳的牺牲一直让你心怀愧疚，你觉得那是你的失误。调你到责任区刑警队，也是想让你换一个环境。另外，给你安排个特殊任务，田鹏又露面了。田鹏团伙，我们是一定要打掉的。所以你在办案的时候一定要谨慎，千万不要把自己困在过去的不良情绪之中，啊！刘局，您放心，我不会让我的主观情感影响办案。刘局，那没什么事儿，我就先回去了。队里还有点事儿。好，那你先回吧。不过你自己的问题要好好想想。是。哎，刘局，那搜查令批了。我走。哎，这怎么样？这个呢？绿的，挺好的呀。啊，
跳不出来了。啊，你试试这件吧。行吧，给你个面儿，试试。好看吗？挺好。那就这件。好啊。老板，哎，这件衣服多少钱150。你包起来。啊，谢谢。是要穿在身上吗？不着急，不着急，你再试试这件来。这不也绿的吗？那这个绿的跟那个绿的不一样，你试试吧。好吧。交女朋友了？没有，没交女朋友。龙哥，我今天出来是给我妈挑衣服，这不天凉了吗？真孝顺。不是我逼你啊，咱们已经快到期限了，你可别跟我玩什么花样，明白吗？老板，那女孩呢？刚刚往那走了。顾杰，你乱跑什么呀你？你去哪儿了？我刚才碰到一个朋友，到别地儿聊了两句。那你跟我说一声，吓死我了！万一出什么事儿了呢？你怎么把我一个人丢那儿啊？我没把你丢在那儿，我回去找你，你不在那儿了。你买这么炸一点东西干什么？这么多人，我怕你看不着我。聪明。卢哥，你那爹怎么这么丑啊？不会在家一直都是嫂子帮你叠衣服吧？哎，你这话说对了，你卢哥在家是个爷们儿，这叠衣服的活必须得嫂子干。我说吴队，你这要我们一帮糙汉子叠衣服，你这不难为我们吗？你就按你熟悉的方式叠嘛。你们都干嘛呢？怎么都在叠衣服呀？谁知道呢？这都是吴队安排的，这肯定跟案子有关，是吧，吴队？哎，苗佳，你也过来叠一件，我看看。你看，这叠衣服的活还得女孩子来干，你看多整齐。都不是我要的。什么意思呀他？哎，你们都下班吧，都下班吧啊！吴队，到底怎么了？这衣服的叠法很奇怪。
衣服不就那么几种叠法吗？还能叠出什么花呀？你能叠成这样吗？我试试啊。哎，等，有点像，有点像。但这么叠也太奇怪了吧？这就不符合省时省力的原则。男人会这么叠衣服吗？你是不是要打游戏啊？嗯，我跟你一起吧。好。哎，我快超过你了，小心哦！我来了。哎，你一只手打，你让着点我。踹我！哎呀，你轻，你稍微让着点我，我不会。不玩了，一点都不好玩。这游戏有问题。行，那你看会儿电视吧，我再琢磨琢磨我们那个祸害人的计划。哎，我想玩你给沈辉做的那个游戏，你调出来我玩玩。这是个什么游戏啊？一个关于谎言的游戏。谎言。当谎言滋生出的那些黑暗势力侵占了大部分的版图之后，而真实就变成了谎言，而所有的谎言则成为了真实。结束了。嗯，结束了。怪不得沈辉要把你毙。我给你讲个故事吧。不需要。醒醒！哎呀，你怎么又装睡？你醒醒！你听我讲故事，我这故事对你这游戏有帮助。讲了啊。从前有一个谎言在世间游荡，他遇到了一位公主，这个谎言呢就爱上了这个公主，但是他没有办法说出他的真心，因为他一出口说出的都是谎言，所以他到处偷窃着别人的真心。被窃取真心的人呢，想想，听着呢。被窃取真心的人
就开始疯狂的欺骗，这些他都看在眼里，可是他没有办法停止，因为他在公主面前已经变得不像自己了。后来呢，他终于收集了所有的真心，去向公主表白，说出了那句“我爱你”。然后呢？却遭到了公主的拒绝。公主转过身的那一瞬间，泪流满面，因为没有人知道，其实公主也是个谎言。她没有办法说出“我愿意”。怎么样？行，这个故事有点意思。当然了，但是不是所有谎言都是不好的。为了作恶而说谎，那多没劲呢。为了爱说谎，那也是一种善，是不是？能做出那样干巴巴的游戏，说明你这儿缺点东西。缺什么？缺一个公主。我不需要。我不信。听说你调到中队了？啊，换个地儿也挺好的，只不过查案没以前方便了。师傅，你记得有个叫于海的吗？于海，18年前的南城坠楼案，有个叫于兆和的男的喝多了，从阳台上掉下来，直接坠亡。有些印象。他是不是有个儿子啊？没错啊，这儿子就叫于海啊。他现在是我手头这个案子的嫌疑人。你确定了吗？80%的把握吧。我还记得，当时在问询的时候，这个孩子和他妈妈那种表情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东西。但是，我不敢确定自己的感觉。你怎么锁定他是犯罪嫌疑人呢？有一些间接的证据，还有我的直觉。警察不能没有直觉，但也不要被自己的直觉所迷惑。你跟沈慧就约在这儿啊？这也太乱了吧！出意外怎么办？乱点好啊，乱点可以给我们打掩护。什么意思啊？到时候你就知道了。你怎么什么都不告诉我呀？你一个被绑架的人，没有理由知道那么多。
不是酒店配套的吧？都能看得见，我怎么什么都不知道啊？嘿，喂，喂，爸，你在哪儿？我在家，小贤，你在哪儿？沈先生，麻烦你把400万现金分成2份。用牛皮纸包好，再分别装进2个编织袋，放进你车的后备箱。10分钟以后，年度快乐，顺逆方向开。要是报警，你就再也见不到你女儿了。他不会报警吧？今天的行动由你负责跟他联系。我？我说什么？喂，爸，你现在到哪儿了？我马上进隧道。你1分钟以后再跟他联络，告诉他往红山方向奔环岛来，然后看我的手势。喂，爸，你从隧道出来以后，往红山方向走，上云茂环岛。好的。沈先生，麻烦你告诉知青，奔环岛来。不是往青泥方向吗？出口就在我右侧，我到底拐还是不拐啊？喂，喂。交易终止。不对，不对，什么事儿？你还在想于海家那件衣服？这件衣服不是玉海叠的。有没有可能是小时工叠的？小时工会只叠这一件衣服？那总不能是陆杰叠的吧？你什么意思啊？耍我玩呢？你怎么会这么想我？什么这么想啊？我以为我们是在跟沈辉玩个绑架游戏，没想到你把我们当猴耍呢。你根本就不在乎那400万，你只在乎怎么把沈辉耍得团团转。哎，你别误会。干嘛又想耍我啊？不是。这什么呀？你录这干嘛呀？什么都没有啊！什么都没有就对了。你别卖关子了，行不行啊？沈辉刚才在下面绕了那么多圈，他周边行驶的车辆没有任何异常，所以呢？所以没有警察跟着他。他应该没有报警。陆杰住在于海家，还给于海叠衣服，这说明于海并没有限制他的自由，他们相处的关系还不错，甚至可以说他们是一种共谋。为什么？
会不会是因为感情？感情？可我们之前查过，于海跟陆杰根本就不认识啊。你还记得吗？咱们之前推断过，死者的鞋子是掉下来之后被人重新穿上去的。是我一直说不清楚，抛尸者为什么会这么做。一个绑匪，一个受害者，会不会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？对。所以，即使是杀了人，或者是被逼无奈抛尸荒野，心里面还有一丝恻隐。不忍心看他这么不体面的离开。没错，还真有这种可能性。我们得好好查查，这个于海和陆杰到底是什么关系。顾先生，想对您打听一下，于海认识沈辉的女儿陆杰吗？不可能啊，他们之间没有任何的交集。吴警官，你为什么这么问啊？在绑架案当中，受害者的熟人作案这一比例占到了所有绑架案的75%，而其中大多数受害者最终还是遭到了杀害。所以陆杰到底认不认识于海，这可能是这个案件很重要的突破口。所以沈先生，你确信他们两个之前没有任何关系吗？小杰的嘴里从来没有说过于海这个名字。没说出过，不代表他不认识啊。但是我认为不可能，小杰这孩子什么都不告诉我，因为他妈妈的事情，他一直怨我。陆杰离家出走那天，你注意到他有什么异样吗？那天晚上，他跟我拌了几句嘴，说要搬出去住。因为什么拌嘴？都说了些什么？我跟他说，没事，不要老出去，见到一些不三不四的人，对吧？有时间多陪陪家里人，在家里待一待。但是他说家里太闷了，他待不住。然后我就训了他几句，他很生气，说受不了，要出去透透气。你都训斥他什么了？我说你什么时候能长大一点，少让我为你操点心。什么时候能像一个成年人思考问题？可你仔细想一想，他虽然21岁了，毕竟还是个孩子。很抱歉，沈先生，为了能尽快破案，我不得不让你去反复回忆那些你不愿回忆的细节。我知道，我的这些痛苦都是我的因果。我经常在想，如果我对他的要求没有那么高，对他没有那么严厉，或者我们之间的关系如果再缓和一点，也许这一切都不会发生。注意点啊！谁让你放这儿的？怪我嘛！对不起，对不起。那在绑匪和你联系的过程当中，你有没有注意到有些什么不寻常的事，一些让你觉得奇怪的细节？绑匪是通过游戏，还有电话跟我联系的，每次通话的时间都很短，说几句就挂了。起码在第一次交易的时候，小杰还是安全的。要说有什么遗漏的，
之前可能有个细节我忘说了。是什么？9月20号那天晚上11点半左右，王北给我打了一个电话，用陌生号码打的，号码我告诉过你们了。对，是个黑号码。在那个电话里，我听到了轮船汽笛的声音，只响了一声，但是我听得清清楚楚。那于海有女朋友吗？或者说是一般的女性朋友？这个就是他的私生活了，我不太清楚。啊，不好意思啊，接个电话，我最近事儿特多。哎，陈总你好。是这样，我们公司最近在做一些结构上的调整，之前的广告业务暂停了。是，我知道。其实上个季度，我们的合约就到期了，而且我们公司也履行了合约。当然，我们一定会有其他方面的合作啊！再见。不好意思啊。没事，我刚听您打电话，公司最近是要有什么调整吗？既然你是警察，我就不瞒你，直说了，公司的确停止了一些业务，准备签一家从来没有合作过的公司。为什么？沈总是行业内有名的人物，这么做肯定有他的理由吧？这个我就不清楚了。其实我也觉得突然，最近也是因为这个忙得焦头烂额，但也不好多说话。对了，如果需要钱方面的配合，尽快告诉我，我一定全力以赴。我忙活了半辈子，为了女儿，我愿意倾尽所有。这个我们真的不需要。沈先生，最近你突然停掉了很多公司的重要业务，是吗？啊？为什么？从今年开始，整个市场不太景气，我们公司也面临着业务结构的转型。有些项目我早就想停掉了，但是你知道，开公司不是一个人的事情，所以有些决定我迟迟没有做出来。那你的意思是，你停掉这些业务不是你突然做出的决定，但为什么你公司的人觉得你的这个决定很突然呢？我是公司唯一的老板，有些决定我一个人做就够了。明白。哎，你再帮我个忙，帮我打听一下海昌达投资公司的合作公司。海昌达？海昌达不就是那个大老板沈辉的公司吗？是吧？对啊，帮我打听一下他的合作公司都有哪些。他最近又停掉了和哪些公司的合作？为什么？好，知道了。泪流回去，倒数的日子里，剩多少欢愉？时间在逗留，或继续，最怕喜怒哀乐也成了连锁反应。等待治愈，谁愿摘掉面具？谈了一颗心，不如把明天当游戏，所有秘密全都留给今夜，闭上
上双眼，然后狠狠地忘记。若厌倦轻狂，就去爱暴风雨，敢嘲笑无常，命运太有趣。有多愚蠢，才至死不渝，别怕泪水眼眶里再次汇聚。若全世界崩塌成了废墟，就一无所有的面对失去。谁能更改逆转这结局？为何笑而不语？等待治愈，谁愿摘掉面具，他留一颗心？不如把明天当游戏，所有秘密全都留给今夜。闭上双眼，然后狠狠地忘记。若厌倦轻狂，就去爱暴风雨，敢嘲笑无常，命运才有趣。有多愚蠢，才至死不渝，别怕泪水眼眶里再次汇聚。若全世界崩塌成了废墟，就一无所有的面对失去。谁能更改逆转这结局？为何笑而不语？不过是一场游戏，没有人真的动情。不过是一场游戏，怎有人真的动情？若厌倦轻狂，就去爱。